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开始后撤，但是他们却在赫尔松攻占了俄军阵地。泽连斯基在下一盘什么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期，俄乌冲突出现了进一步焦灼化的趋势，俄罗斯军队正在集中精锐力量围歼位于顿巴斯地区的乌军精锐。面对这样的形势，北顿涅茨克的乌军开始撤出，俄军则加大了攻击斯拉维扬斯克的力度。随着俄军的推进，位于顿巴斯地区的乌军的补给线很可能会被切断。乌克兰军队正在俄军40倍的炮火优势下苦苦支撑。就在外界认为乌军把顿巴斯地区的俄军当成主要防御目标时，泽连斯基看起来好像在下一盘大棋，突然走访了南部的阵地。乌军呢也开始在赫尔松地区呢发起了新一轮的反攻。美国的红外卫星图像显示，最近在赫尔松机场西北15公里处的赫尔松郊区基塞利夫卡发生了密集的火灾，因为乌克兰军队沿着 M14 高速公路缓慢推进到赫尔松。该城市的战前人口约为30万，是俄罗斯军队占领下的最大，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乌克兰城市。很显然，乌克兰政府正在通过顿巴斯地区的防守作战，为赫尔松地区的反攻创造机会。因为俄罗斯已经把主要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了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和北顿涅茨克市的周围。从目前的情况看，兵力不足仍然是俄军面临的一大难题。对泽连斯基来说，现在最着急的就是如何向西方证明乌克兰还有战胜俄军的希望，而不用再被逼迫着与俄罗斯和谈和让步。乌克兰军方目前有2个刚好的选择，一是刚好有足够经验的部队来避免北顿涅茨克的迅速彻底的溃败，二是刚好有足够的部队向赫尔松进军。只要战线不崩溃，通过乌军士兵的高伤亡率，就有可能换取时间和空间，为西方国家援助的重武器投入战场创造条件。北顿涅茨克战役已经持续了2个月，西方认为俄罗斯军队自2月下旬以来损失了多达15000名士兵，不得不从乌克兰北部撤出其遭受重创的战斗营。俄军因为兵力不足，没有计划同时在乌克兰北部、东部和南部维持单独的攻势，而是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东部。说实话，仅仅占领一座战前有10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俄军就需要把能打的部队集中起来才能获得主动权。就这样，凭借着炮火和空中力量方面的巨大优势，俄军也不敢说真正包围了北顿涅茨克及利西昌斯克。到了6月中旬，乌克兰方面报告说，乌军有1万人死亡，还有2万名伤兵在治愈后重返战场。这与外界推测乌军有3到4万人死亡差距很大。乌军公布的坦克和装甲车的损失也远远小于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数据。乌克兰方面的重大损失并没有阻止他集结部队向赫尔松发起反攻。从5月下旬起，乌军第28机械化旅得到了美国制造的 M777 榴弹炮的支持，横渡了茵湖莱茨河。俄军随后宣布消灭了这支乌军，但是卫星图像显示，乌军仍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基谢利夫卡以及赫尔松机场周边开阔地的火灾表明，乌克兰军队很可能会推进到能够用火箭炮、大炮以及无人机覆盖俄军的范围，而乌军反攻的程序很可能会发生更为惨烈的巷战，而不是俄军习惯使用的炮轰。乌军就是想用这样的战法来弥补对俄罗斯军队的火力劣势。西方的卫星公司称，俄罗斯的增援部队沿着 M14高速公路已经抵达赫尔松以东170公里处的梅利托波尔附近。从整个俄乌战局看，只要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出现崩溃，俄军就会获得更大范围内的主动权，因为主力攻击部队可以用于其他的方向。而乌克兰的领导人坚持为顿巴斯的每个街道而战，很可能就是一种策略。
俄罗斯军队在顿巴斯地区的每一步推进，都在消耗人员、装备和士气，这就是泽连斯基不愿意与俄罗斯谈判的底气所在。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泽连斯基所有的规划都是基于乌军拥有机动进攻能力，前提是西方国家必须向乌军继续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特别是重型武器装备的援助。但是进攻与防守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样式。乌军或许可以防守的不错，但是主动攻击俄军仍然实力不足。泽连斯基下了一盘大棋，最后发现自己只是个棋子，而不是棋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就尴尬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